我们直接来打我。直接来打金铲铲，好吧？哎，主要而且它的发热也不好，整个就是你玩有，如果你要玩，哎呀，別他媽笑。朋友好，歡迎來到離線玩家阿諾來頻道。今天戶外視頻的主角是一加 Ace6T 啊，雖然距離 Ace6發布沒有多久，但是它這個參數還是可以的，而且擁有8300毫安時的超值大電池，並且全銀河系首發驍龍8陣5超級無敵處理器啊，肯定是給你們吊打。配合這個電池續航應該非常的牛啊！超級無敵處理器啊！你這啥？呢是榮耀500，處理器稍微拉一點，8S 近4，電池也拉一點點，8000的。你這好像是什麼什麼指紋來着？還是一個超薄指紋啊，2000多給個超薄指紋，比它貴着300塊錢還是400塊錢，稍微有一點點垃圾吧，但是我感覺也未嘗不能一戰，好吧？我覺得你這個造型也有點風韻猶存啊，這造型有點像，這造型就值500塊錢，好像啊，就值500塊錢，懂不懂？啊，你又是個什麼情況？好，到我了，朋友們，這個上2期的老將啊，一加 Ace6不用介紹，不用介紹，已經很熟了啊。哎呀，長得也好像，但是感覺好久沒有打這麼富裕的仗了呀。電池是7800，還是老規矩。處理器呢，驍龍8E。今天就看它的表現怎麼樣，好吧？我覺得電池雖然是他們兩個中間最小的，但是不一定最差，好吧？我們做這期視頻的時候，vivo的 S 新品系列還沒有發布啊，但是他們幾個標準版又比較垃圾，所以標準版我們只做榮耀500了。但接下來的 Pro 系列我們着心還是會做一下的呀。那麼相關的設置跟流程呢，我們擺在公屏的某個地方。大家如果喜歡我們視頻，不要忘記了一鍵3關注。接下來就開始打遊戲吧。第一把王耀為5呢，我們就用均衡模式打啊。但是1加2台最高都是144幀加自定義最高的畫質啊。這個榮耀呢，至高只有120幀。哎，只能遷就一下這個廢物了。我們是165赫茲屏幕，比較屌。那你怎麼不115呢？它適配最高只能144啊。哎，別說了，開打吧。這個亮度的話，只有最左邊那台1加 A16是比較低的啊，其他兩台還可以吧。榮耀這台是亮度最高的呀。這把遊戲已經打了7分鐘了，我們剛才又對比一下亮度，感覺我覺得榮耀500亮度降下來了。我剛也看了一下，確實降了一點嘛。現在是這個6T 最亮啊，這個1加 A16就一直都是這樣的呀。本是同根生啊，天天這相煎我呢。我們3台手機開的差不多是50%的音量，但是我感覺的榮耀500會稍微小一點點吧。今天終於是你小一點點了，聲音小一點點，說全好嗎？為什麼你替我辯解呢？剛剛打到10分鐘，這榮耀500就穩不住了。OK， 而且你現在屏幕真的好暗啊，現在是90幀啊，大家看到了嗎？我這亮度也是拉滿的了，我開遊戲模式吧。怎麼連個5v5 120都穩不住啊？8S 這次就這個水平嘛，不如我8陣5一根啊！就這個水平怎麼了8S 鍵是什麼水平你還不知道嗎？開了遊戲模式之後就回到120了。第一把王耀為5我們打了26分鐘啊！為什麼要打這麼久啊？我太強了，高手在這裡，我太能守家了，兩台1加都沒有任何問題啊！榮耀就是10分鐘之後開了性能模式，就一直保持在120了啊，然後亮度一直保持在很低啊，就這樣吧，下一把再來把10v10吧。而且我跟大家說一下，剛打完之後呢，我讓他們把殼都摘了，讓我摸了一下，這個榮耀是最燙的，其他兩台1加幾乎就沒什麼溫度啊。他讓那把26分鐘遊戲打完之後，我們是92、93、94。你是最低的是吧？那為什麼你的1加 Ace6T 只有93呢？這個8陣5我們也是第一次測，可能它這個芯片能耗比沒有8E那麼強吧，我猜測啊。那8E 就還有94啊。網上才2、3分鐘90幀了，我現在開性能模式了。性能模式還是到120，我有些性能模式繼續玩吧。兩台1加沒有任何問題。怎麼感覺你今天整個人的那個氣場都弱了一些了？就這樣吧，就這樣吧。第二把王榮耀10v10我們打了快14分鐘了，馬上要進入中局之戰了。除了榮耀啊，兩台1加是沒有任何問題的。看看中局之戰他們什麼表現吧。除了榮耀。我也沒有問題啊，開了遊戲模式也沒有問題啊。剛剛給大家看了一下，這個1加 A16跟6T 的亮度差不多，都比這個榮耀要亮啊，聽到沒？都比你亮，亮唄，都比你亮，亮唄。剛剛大混戰的時候，榮耀500最低到了80多幀，大多數時間都在120。1加 Ace6T 大多數時間也是120，最低呢是96幀。笑笑不說話好吧，全程120，我沒見過他幀率掉下來的時候。這麼屌？倆廢物真的是。哎、那你這個1加 Ace6的驍龍8幀確實還是強一點啊。感覺這個8陣5沒少閹割呀。這遊戲打了15分鐘，榮耀只有87的電了。6T 還有89， ，Ace6還有90。
3台的屏幕使用时間呢都是52、53分鐘啊，我们暫时就不確定以哪台手機為準了吧。這個2台一加都非常堅挺啊，差得不大。好的，朋友們啊，我們在微信裡面拍了1分鐘的微信視頻呢，我們也重新開關過他們的自動亮度了。現在是右邊的榮耀會稍微亮一點啊。來吧，我們來發送一下，3、2、1點。要，榮耀是沒有導出的哦。為什麼白子健4沒有導出？它已經發完了。Holy shit，結束了。怎麼辦啊？81的這個快一點，你看這個1加 S6。啊，發得很快，8.5，1加 S6T 發的也還可以啊，但整體的速度的話，就是榮耀是最快的啊。我們接下來下載一個1.2G 的遊戲安裝包啊，都是在它的官網啊，大家可以看到現在3台手機我們又開關了那個自動亮度啊，這個1加 S6呢就確實感覺不是特別積極啊。點，好，我們來看一下速度，哇！等一下，這個1加 S6為什麼30多兆？其他2個感覺都只有10幾20兆啊！給他們網都搶完了，這不都是自己的瀏覽器嗎？就你中間就是最慢。1加 S6T 怎麼回事啊？怎麼感覺今天哪都不行啊？狠閹割了。網被 A16 搶了呀，那怎麼辦呢？而且綠廠瀏覽器不是一直都下的不是很快嗎？今天為什麼這麼快啊？哦，已經下完了，這1加 S6很強很強。它下完之後，感覺這2台手機也沒有很大的變化。那怎麼感覺還變慢了？怎麼都只有4、5兆了？榮耀之前有接近20兆呢。哎，你們2個不要光看了，解釋一下呀。這怎麼解釋啊？一樣的官方自帶瀏覽器啊，這2台一加怎麼差距這麼大呢？難道我6T的定位要低一點嗎？難道不是嗎？你不是更便宜嗎？便宜200塊錢呀。哎，少蠻多東西了，我們剛遊戲也有區別啊。哎，我的榮耀速度又上了一點了。哎，榮耀現在到大概15兆左右了啊。1加 S6T 這邊就完全沒有任何的變化。榮耀下完之後，它的速度確實快一點了。啊，就搶掉了，就是網被搶完了。現在我們用電信卡打電話，聯通卡刷抖音啊，現在慢刷。我感覺慢刷好像沒有很大的問題哦，那我們稍微加速一點吧。哎，榮耀那邊有卡頓和黑的 ，S6T 也有一點點。S6反而感覺還好一點啊，這塊感覺3台手機都不太好啊，對，都會有比較長時間的加載啊。榮耀感覺格外差一點，它不是在加載就是黑的。我感覺 S6也挺差的，經常刷不上去。就最快的時候都不太行吧。現在我們用聯通卡打電話，電信卡來刷抖音啊。慢刷。我要把你們倆的號都收購了。耶，我感覺 S6它加載有點問題。對 S6這個有點慢啊。嗯，你看它畫面就會先暫停一下啊。好，那我們再快一點吧。我感覺他們用電信卡的表現會比聯通稍微好一點點啊。我感覺榮耀還是稍差一些。OK， 那我們再快速最快，就最快感覺都還是不行。中間這個6T 感覺黑的會多一點。對，是最明顯的啊，這個6T感覺是最差的。我現在要去廁所測信號了，他倆不知道去幹啥。你去幹啥？幹他。這個人瘋了，不知道他在說的是什麼東西。我們也進到廁所裡了，可以看到榮耀我們沒有找到環境色自適應啊，另外2台一加都有。那我們就都不開了吧。然後我們剛剛開關了一下自動亮度，是1加 S6T 的亮度會稍微暗一點啊。哎，不對，現在中間又亮起來了。亮起來了。現在 A46 稍微暗一點。OK， 那我們先來打個電話吧。還是先用聯通卡打電話，3、2、1點。哎 ，A46 秒通。接下來是榮耀。最後是6T 啊。對。現在我們微信裡面發的消息，點。哎，2台一加都發出來了。榮耀差一點。對，榮耀還在轉圈。2台一加都收到了榮耀發的，但是榮耀沒有收到2台一加發的啊。我們進入這個微博同城有一段時間了，之前刷出來的是1加 S6，然後是榮耀500，中間這個1加 S6T 還是沒有任何東西啊，還在轉圈。哦，出來了。那我們現在同時刷新一下吧。送。哦 ，S6 確實快，然後是6T。榮耀又不行了，我們2台一加再來一次吧，走。哇，秒出來。6T 又開始轉圈了。有這麼快？啊，還是能加載出來的，比榮耀好一點啊。榮耀現在還沒出來，這是第一次刷新。我們現在進入到抖音了，這個 A46的表現最好，它已經刷出來新的了，另外2台還在加載。啊，榮耀顯示啊，2台手機都顯示當前無網絡，請檢查後重試。我們現在已經切到電信卡了，中間這個 A46T 呢說檢測到網絡較弱，已啟用網絡加速，這是它自帶的一個功能啊，什麼山海通信，這個 A46也是有的。那我們繼續用電信卡打電話，點。
啊，荣耀先通了，然后是 S6，最后还是6T，这6T 不是在加速吗？加到哪去了？并没有用啊。现在我们微信发送3个表情啊。对。哎，左边的 A46会稍微差一点点。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微博同城了，来同时刷新一下啊。刷。感觉是荣耀最快，再来一次吧。走。啊，荣耀是会快一点点。我们3人都进入抖音有一段时间了。荣耀跟一加 A46是刷出来了新的，这个6T 没刷出来，并且显示网络不稳定。然后荣耀确实是信号最好，它已经画面能动了。好，现在 A46也可以了，我们来刷一下吧。中间就不转了吧，到现在还没刷出来。那你看，我荣耀基本上没有什么加载。那他们俩点一下评论区看一下吧，点。确实荣耀好啊，这山海通信的寂寞真的是。那么在这个厕所呢，联动卡信号最好的是一加 A46啊，其次是6T，最后是荣耀。但电信卡呢是荣耀的表现最好，然后是 A46，最差的是6T。现在我们在地下车库准备扫一下墙上的微信的支付码啊，来3、2、1走。差不多速度啊，现在你那个二维码大概有4到5米的样子，来3、2、1走。但是都没有识别到二维码，感觉好像没有什么动静啊。等我先走。哎，你中间的6T 放大了，能不能扫出来？没有长焦啊，扫不出来。亮灯，哎，都放大了。哦，一加 S6，哦，6T，荣耀也到这个位置了，扫不出来。啊，扫出来。那就是荣耀会稍微慢一点，但是现在亮度好高啊。我们到这个很暗的地方来掃一下二维码，但是这個地方比之前要稍微亮一點點了啊。來3、2、1走。差不多。現在我們離那個二維碼大概有3米左右了。來3、2、1走。還是都能掃出來啊，因為這個地方會比之前稍微亮一點點。我們先打微信視頻通話，最右邊的榮耀它默認是中度美顏。從現在這個畫面來看的話，我覺得榮耀的這個顯得銳化比較明顯啊。它雖然是中度美顏，但感覺美顏效果也不是特別的重吧，還比較，但是比較自然吧。然後其他兩台一加就感覺有點慘白啊，然後沒有很大的區別。清晰度的話，感覺是一加 S6的還要稍微低一點啊，但是一加這個前置攝像頭也就這樣子了吧。他們3個的這個視野範圍倒是沒有很大的區別啊。後置的話，這個視野範圍是榮耀這裡最窄啊，而且感覺榮耀的這個背景是比較容易過曝的。然後清晰度的話，沒有很大的區別吧，而且都是這種卡卡的，因為背景沒有東西在動啊。所以今天他會來嗎？他是誰呀？他是誰？你不知道啊？不知道，不認識。麻將數毛肚是你哥哥。誰這着？你哥哥。誰這着？你哥哥。你哥哥。狗屁，不是我哥哥。我們剛剛打了10分鐘的微信視頻通話，現在太陽也還大，但是今天霧霾也還重啊。我們現在準備刷5分鐘的微博，3台手機的自動亮度我們已經開完過了，3台手機全都拉到了最高，現在是右邊的榮耀顯的是最亮的。來吧，開刷啊！可以看到一開始的亮度啊，是中間的一加 S6T 比較低啊。底下關節痛是哪裡啊？哎呀，你別管，不是你們這刷的到底都是些什麼內容啊？哎，我從來不看微博，跟我沒關係。這是長沙的問題，這我們有什麼關係？對，這怎麼可能是長沙的問題？我覺得都是你們的問題。對啊，這是你賬號的問題啊。那你的呢？你的呢？我反正沒看。你沒看走看的是吧？現在刷了大概1分鐘啊，還是中間的這個一加 S6T 亮度會稍微低一點。3台手機的流暢度倒是都沒有什麼問題啊。現在刷了大概2分鐘，還是中間這個一加 S6T 會亮度稍微低一點。跟大家說一下，現在是18度啊。並不是很熱，他們兩個就在這刷，你是真在看呢啊！哎，你走開啊！現在刷了快4分鐘，還是中間這個一加 S6T 亮度要顯得稍微低一點，榮耀還是會比其他2台稍微高一點啊。中間這個一加 S6T 很明顯的降了一點，現在大概刷了4分20秒的樣子啊，它很明顯的剛剛就比其他2台要低了。4分鐘就不行了，什麼廢物！今天這個天氣這個溫度哎。感覺是都降了一點嘛，但是還是6T 最暗。對啊，好的，現在我們已經刷了5分鐘的微博了。從現在肉眼來看的話，是中間的一加 S6T 是最暗的，也一直以來都這樣吧。然後其他2台現在亮度的話，好像是左邊的一加 S6會稍高一點點啊。我們來看一下它們的亮度啊，3台手機亮度全都還是最高的，那就已經拉不上去了，就是這樣一個結果啦。現在是中午的12點05分，我的榮耀只有76的電了。6T 還有81啊 ，S6 還有82啊。
两兄弟，哎，緊趕慢趕，就差1格電。我們已經使用了1小時32分鐘的手機了，接下來就把手機交給大師，在這裡拍拍視頻，拍拍照片吧。我們發現這個一加 S6T 有些地方還是閹割過的，比如它這個攝像頭閃光燈模組長得跟 S6不一樣，而且這個一加 S6T 一點也不 ACE 啊！你看這個殼子上沒有 ACE 的元素，包括這個模組上也沒有 ACE。它這個閃光燈啊，只有1顆，看到沒？就一個圓的，但裡面是雙色溫的啊。這個 A16呢就還稍微好一點，還大一點啊。好的，那我們就開始錄像了。3台手機 4K 60帧下的超廣角都是不能用的啊，大家看到了吧？是沒有超廣角那個選項的。然後我們現在是一個順光的情況，現在這個屏幕亮度感覺是右邊的榮耀是比較低的，其他2台一加還比較亮一點，其他都是默認的。那我們現在就來錄像了。好，現在我慢慢的向他們走過去，這個榮耀就顯得對比度很低啊。假假的，整個畫面非常泛白泛藍啊，這就是走路時候的一個防抖了，大家感受一下呢。哎呀，榮耀這個感覺又變成以前的榮耀了，不像今年的 Magic 系列啊，感覺還比較好一點。這個榮耀500就覺得還是那種很難看的情況，其他2台沒有很大區別吧，感覺整體的曝光是一加 S6T 會稍微高一點。那我現在開始走轉圈啊，慢慢走，大家感受一下這個防抖。好，我們現在經過這個炫光了，大家看一下，對着太陽了，好像是有一點的，我還是看到了。你這個頭髮是什麼呀？為什麼後面翹起來了呀？好，這就是他們走路時候的防抖了。我感覺一加 S6T 剛剛是不是有一點掉幀呢？現在我離遠一點，現在我們跑過去，大家感受一下這個防抖。好，懟到你的大臉了。現在我快速轉圈。我再轉過來拍拍你吧，我看一下這個顏色的還原啊。2台一加呢，就感覺是曝光有點區別，但顏色比較接近啊。中間這個一加 S6T 就顯得把你的臉拍得比較亮了，榮耀這個就有點假了，感覺銳化很嚴重，但是又丟失了一些細節啊。一加 S6感覺還是不錯的，這個後置整體的曝光是顯得比較正常的。我們現在準備來前置視頻錄像啊，這個榮耀最高是可以4K 30帧的，但是2台一加最高只能最高1080p 30帧，那我們只能遷就一下這個垃圾一加了。現在從這個屏幕上來看的話，這個一加的屏幕是最亮的，中間的這個一加 S6T 它的屏幕亮度最亮的。然後畫面的話，2台一加呢，其實看着差不多，都還挺自然。這個榮耀呢，就感覺把人美顏了一下，看着人挺白的。对。那我現在稍微轉下圈啊，看有沒有什麼奇怪的炫光。順光啊，我們現在來逆光了。還能看到一點點。2台一加這個左下角會有一個小炫光啊。好，現在是逆光。那麼我再跑一下，大家看一下它們的防抖效果。好，現在感覺拍着这個榮耀的亮度又低了一點啊。對，榮耀這個亮度是挺低的，而且它後面這個挺過曝的啊，它把人臉提得比較亮一點了。一加就整體感覺會光線自然一點。我們現在用3台手機的前置人像模式來自拍一下，可以看到的就是2個一加呢是不能選那個焦段的，然後榮耀這邊是可以自動跳到的0.8啊，它有0.8跟1倍2個可以選的，其他都是默認的啊。2台一加確實這個取景範圍是要稍微窄一點，但其實也還算廣的了。現在我們是逆光的情況下來吧，3、2、1點，可以看到就是這個一加的屏幕很亮了，這個6T。這個 S6就感覺不是很亮了，榮耀就更暗了。我們現在用前置的拍照模式再來自拍一張啊，可以看到的就是這個一加 S6T 的下面好像有一點點這種炫光哦，因為我們現在是個逆光的情況。來吧，3、2、1 ，OK， 好，那我們順光再來一張，3、2、1走。榮耀這個確實挺廣的啊。我們現在準備用後置的人像模式來給他們2個拍個照片啊。大家可以看到，就是這個榮耀呢，雖然它沒有長焦啊，但它有2億，所以它的人像模式有很多啊，1倍、1.5倍、2倍和3倍啊。其他2台一加就是1倍和2倍了。雖然說點這個小的是可以切的啊，但是算了吧，好吧，都是裁切的，包括到這個2倍也是裁切的。那我們就全部都用1倍和2倍了啊。榮耀這邊默認的是雅固生動啊。這個雅固生動的邊上還寫了默認2個字，朋友們啊，我還發現一個小細節，就是榮耀這個人像模式，大家看啊，我1倍切到2倍，它中間是沒有動畫的，它是直接跳過去的，看到嗎？它直接跳的。
它是一顆鏡頭啊，但它是沒有那個縮放的。但是一加這邊它是縮放過去的，大家看到了吧？一個小細節啊。從這個取景器裡面來看的話，雖然都是一加吧，但是一加 S6T 整個畫面是要顯得亮多了的，它就是顯得整個畫面的曝光會要高一點的。S6T 的整個效果感覺會好看一點啊，因為它的美顏在這個取景器裡面是顯得更明顯的。我們現在逆光再來拍他們兩個啊。榮耀這個就感覺是早期的榮耀取景框啊。3台手機的取景框體驗，我覺得是中間的一加 S6T 比較好啊，看着是比較清楚，而且是比較自然的。现在我們準備用後置的拍照模式來拍一下，還是先把他們兩個人先逆光啊，先拍一下拍照模式的人像啊。從超廣角開始，榮耀默認是鮮明啊，那我們就用鮮明了。大家應該也能看到今天這個霾是比較重的吧？哎呦，榮耀這個超廣角還是廣一點的。我從這個取景框上來看的話，最真實的是一加 S6T 啊，但它跟一加 S6的差距不是很大。榮耀這個就早期榮耀嘛，大家都懂的。2倍之後呢，榮耀是有一個4倍的，那我把2台一加也調到4倍啊。榮耀這個是有2億像素的主攝的。它的表現應該就會好一點啊！確實榮耀這個是要清楚一點的。S6T 的話，在這個拍攝過程中，感覺體驗還是會比一加 S6好一些的啊。我在順光拍2張他們的人像啊，就用1倍和2倍吧，超廣角我就不拍了。然後這個取景框就顯這個人很沒有血色呀，還是一加 S6T 的比較好啊，整個看着是最舒服的。一加 S6就顯得他們的臉上有一些很奇怪的東西啊，多出了一些本不存在的細節啊。我截個圖給大家看一下吧。剛我拍他們兩個的那個2倍那張啊，我看了一下這個成片，我覺得還是一加 S6T 的會顯得更自然一點啊。按照慣例拍一下那一棟建築啊，超廣角大家就隨便看看吧。榮耀的比較廣啊，6T 的取景器怎麼感覺會比 S6的好這麼多呀？這幾台手機大家就多看看成片吧。沒有什麼很多好評價的，2倍之後就直接到5倍吧。到了5倍之後，很明顯的榮耀這個5倍比一加 S6T 的好，然後比一加 S6的好。10倍也是剛剛5倍那個情況啊，這像素高就是厲害一點啊。那我們再逆光拍一下這邊的一些建築，今天霧霾挺大的，超廣角不拍了。大家能夠看到左下角的漢堡嗎？感受一下 HDR 效果誰會好一點啊？估計此時又有觀眾要問了，為什麼這棟樓還沒有建好？我也不知道。但這棟樓是不是感覺比之前高一點了？再拍一張5倍就行了，別的沒有很多好比的啦。拍5倍拍漢堡吧，它站在那了。感覺在這個逆光的時候，這個 HDR 有點太暴力了。為什麼能拍出來這麼藍呢？這個顏色，它解析力確實是好一點，但是這個顏色也太詭異了。那我們接下來再拍一下這個黃色的銀杏葉啊，依舊也是不拍超廣角了。現在是不是中間這個一加 S6T 的屏幕亮度一騎絕塵？亮很多吧？哇，這個差距太大了，朋友們。拍照就拍了10幾分鐘啊，一加 S6T 這個顏色確實顯得很自然哦，它跟真實是最接近的。哎呦，屏幕亮是真的舒服啊。不過成片我覺得倒是一加 S6會稍微好一點啊。這個一加 S6T 感覺是不是有點過藍了？感覺一加 S6T 的曝光是會稍微高一點的，所以顏色就顯得不是特別準。最後依舊還是拍一拍綠葉啊。一加 S6感覺是也是最準的啊，6T就還是感覺曝光會稍微高一點。榮耀500就是早期榮耀，顯得有點塑料啊。現在是下午的12點50分啊，我們就使用2小時7分鐘的手機了。我這個一加 S6還有74的電，6T 還有73。哎呀，500就65了。但是你一加 S6T 比它低，確實也有道理吧？因為你這個亮度確實高一些。那我們接下來準備去吃飯了，正好打一下金鏟鏟。哎呀，準備打金鏟鏟，結果來了個小包更新，才40多兆，直接就來了90啊！之前都是60，所以我們這次就90超清加至臻。你們也是嗎？6T 最高可以開120帧加超清加至臻，但这個 S6可以最高開165啊！啊，我这不是這也閹割嗎？還是說我的6T還沒適配啊？你就是不行，趕緊跟我一樣保持到90，不要說那麼多了，反正165你們也穩不住。我們3台手機的設置都是一樣的，並且我的一加 S6T 剛剛已經重新打開了一下遊戲啊，但是它這個界面還是會糊一點啊。我剛剛也看了一下，就是它的文字，包括這個等待開局這幾個字啊，都會比這邊的一加 S6要糊一點，也會比榮耀這邊要糊一點的呀。你這個是怎麼回事呢？不知道啊，可能又某個地方閹割了吧。8幀我就是爛啊。我們讓對比一下亮度啊，幾台手機都拉得最高，但是我覺得榮耀還是最暗的。確實啊，它現在在這個陽光比較大的情況下，好暗的，感覺有點看不清了都。我剛拍只能看到你的臉，你知道嗎？你看這個一加 S6T 就明顯亮一些啊，一加 S6也亮啊。對，和6T一樣。我感覺這個90幀有點虛假呀。哎，你停住。它確實挺虛假的呀，這不60嗎？遊戲模式 OK 60。我是90啊。
那我还是均衡模式吧，反正都一样。反正都是60帧。没有问题啊，90帧非常稳啊，甚至还多了1帧啊，刚刚91帧啊。OK， 啊，2台1加都没问题。真的无语，我在音量地方，我的屏幕也那么暗。我刚刚又仔细看一下帧率啊，我短暂的哎，现在又是75帧了。哎，它就会跳回到75。那游戏模式也是75。我还是省点電吧，好吧。你多少電了？現在已經58了。這打10分鐘啊？20多帧，剛剛最低25帧。現在慢慢再回去了，39、40。我說怎麼看着那麼卡呢？44。你開的是遊戲還是標準啊？標準。那你先開遊戲。沒區別啊。哦，稍微往上調一點。53、41。還是沒多大區別。還是沒多大區別。等會兒我再看吧，先開着遊戲。哎，60。打60叫什麼？打完了。其他2台1加就啥都沒開啊，都還能保持在90左右啊。所以為什麼還要拍呢？我也淘汰出局了，你看我剛剛看最低能到17帧。28了。23，越來越低了。這開性能27、30哦，回去了。因為現在我死了，是專佔別人，可能幀數還會稍微高一點。你只有44的電了。啊？要結束了。最後一波了好吧，三星阿妹薩大戰三星光輝。看看是德瑪西亞牛逼還是諾克薩斯牛逼？德瑪西亞牛逼。我支持諾克薩斯。德瑪西亞牛逼。操完了。你的諾克薩斯不純的。這把遊戲打了42分鐘，我的榮耀只有41的電了。剛剛看不是44嗎？你不是那個幀率還掉得那麼低嗎？你就沒上過90啊？就中號猛算唄。那無語了，你亮度也不是很高啊。我的67還有61的電啊，但是我這個整體的畫面會比較糊一點，幀率的沒有任何問題。這裡我這個1加 A46被反超了呀，它現在只有59的電了呀。但是你的畫面確實沒有很糊啊。那接下來呢，我們就把手機交給大師來拍點照片吧。好的，那我來拍一下美食了。剛剛這個榮耀我解鎖的時候，短焦指紋，真的是幹得出來呢。1倍拍全部的菜，2倍拍單個的菜。我先拿2台1加拍一下，哎，可以看到吧，在拍照的時候，這個1加 A16T 明顯亮一些啊，非常明顯啊，它亮度。這邊的是6T啊。哦，感覺1加 A16是稍微有點偏冷的，6T 感覺要真實一點，但是不太好看了。哦，6T 的取景框比 A16的要好一些。1加 A16拍單個的菜的時候，就覺得那個處理的痕跡有點重了，感覺所有菜都要豔麗一些啊。但是1加 A16T 這個白菜就顯得很難看了，這個蒸蛋也不好看。我來試一下這個榮耀啊，它已經識別到美食了啊。榮耀這個就是早期榮耀，哎呀，感覺假假的。這個菜拍出來整體還是有種偏冷的感覺啊，偏冷，然後又比較亮，大概就是這麼一個效果了。而且我感覺它很多過渡動畫就是60幀哎。我們吃飯的時候就看 B 站168P 的原畫直播，並且打開彈幕。3台手機現在屏幕亮度沒有很大區別啊，放着看吧。好的，朋友們，我們已經放完了30分鐘的 B 站直播啊，現在是下午的2點18分，已經使用了3小時31分鐘的手機了。我這個 A46還有56的電。6T 還有58，我的只有榮耀36了。你這個怎麼啊？有點拉了。這也太拉了吧！那我們準備飯後走一走了。我們要照的地圖不定檔去地鐵站了，來吧。地鐵站不就在這裡嗎？我多走一走不行嗎？我想活到99呢。我們現在已經開始導航了，這個定位的初始位置1加6T是不對的，它給我導到對面去了。導航讓我往左邊走，既然都沒土硬吃，那得多吃點土啊。我們往右邊走吧。傻逼！往前走了1小節，我的6T就已經給我規劃路線了，現在是對的了。因為你一開始就是錯的呀。對，一開始偏移的比較多，因禍得福。哎，朋友們，我這個1加 A46也規劃了呀，但是不同於6T的呢，我是往回規劃，不斷在我的當前位置去給我規劃的。榮耀的實時位置是對的，他都告訴我了，確認是否走反，但是他也沒有重新規劃。啊 ，OK， 那也不是他的問題了。剛說完就往前走了2、3步，榮耀也重新規劃路線了，也是讓我掉頭。OK， 我們剛才又過了一個路口，發現上面這已行走的米數好像差距有點大呀。你這個榮耀呢是16米，大家看到了嗎？我們已經走了100多米了啊。這個1加 A16T 是對的，它163米是比較接近的。1加 A16 19米，不懂為什麼，我們已經從那一頭走到這了，已經有100多米了。現在我們3台手機規劃路線都不是導航上面的，我們決定自己摸索一下。榮耀500和1加 A46摸索着了呀，就是我們走的這條路。另外2台手機都重新規劃了，但是我這個6T還沒有啊，它定位還是在規劃路線上面，是不對的。我往前走了5米左右，這個6T的實時位置是對了，然後又走了5米，它是給我重新規劃了一條路線了，現在跟他們一樣了。我們現在到達了這個路口啊，另外2台手機規劃路線呢是再直行再左轉，然後我的6T呢是直接讓我在這裡左轉，那我們就左轉吧，並且我這個6T的
實時位置是不对的，它给我导到左边去了。它6T 已经左转完了，我们 A46和荣耀500位置还是比较准的。朋友们刚转过来啊，走了没几米啊，我这个 A46给我规划了新的路线了，就是跟 A46T 是一样的路了。荣耀500的位置还是稍微准确的，但是没有重新规划。往前走了20多米，荣耀也重新规划路线了，期间它实时位置都是比较准的。导航让我們在這裡直接右轉啊，但是我們決定去斜對面，看看它的位置會不會更準一點啊。先捉了第一個路口，我的榮耀500重新規劃了，還是讓我回去啊，我就不。我這個 A46呢沒有規劃呀，剛才它的位置是在這塊兒，然後停下來之後就蹦到這邊來了。6T 的實時位置是對的，但是它也沒有給我規劃新的路線啊。又捉了一個紅綠燈，哎，我的榮耀位置對了，捉了紅綠燈走了10來米。我這個一加 A46實時位置不對的呀，無論是走起來還是停下，它都是在對面了。它就是在它規劃那個路上呀。對，不變。我的6T 實時位置是對的，但是沒有規劃路線啊。剛剛那條路上，榮耀的位置一直都是對的呀，表現還挺準的。一加 A46呢是走起來之後實時位置是正確的，在路的裡面，但是不動之後又回去了。6T 跟一加 A46的表現是一樣的啊，實時位置還比較準確。我們又過了個馬路，期間3台手機的實時位置都是對的。然後導航呢現在讓我們直行啊，哎，我們又不小心走錯了，我們會選擇左轉，看3台手機會怎麼應付吧。但是我發現一個問題啊，就是我這個一加 A46剛才規劃的路線是在路的中間，但是呢1分鐘前它給我規劃到了我現在實時位置上面了，在這個路上面了。就過完馬路它變了一下是吧？對。但你也還是要直行啊，我們要左轉，所以你的規劃也沒用。往前走了沒2步，榮耀500率先規劃了，讓我們掉頭了。哎，我的6T 比較牛啊，它直接讓我直行，重新規劃了一條。我的 A46跟睡着了一樣，沒有任何反應啊，還是剛才的路線。我們這一大段路已經走完了，比較複雜，我來說一下。我的6T 是一開始給我規劃了一條小路，但那條路走不通，得有門禁，所以我們就繼續直行。然後呢，他就規劃了一條讓我回頭的路，然後繼續走呢，他就規劃一條向前的路啊。整體的規劃速度還是挺快的。榮耀500也規劃了那種674吧，期間一直是掉頭，最後一次快走到這條路的時候，才讓我們直行右轉。我這一加 A46在導航過程中呢，後面這個路上面規劃了674啊，跟這個榮耀500是一樣的，到最後走完這條路才規劃一條往前的路線，整體來說是要比榮耀慢一拍的。你別慢一拍了，我這個一加6T都快10拍了，它在隔着虛空行走走了好多了。哎呦，它真的一直在走哎。啊、一開始是將近100米啊。你都已經走到那頭去了。對啊，你把這一節路走完了呀。對啊，就他們在說的時候，我一直在走。怪不得還在走的，拐彎還在走。我服了呀！你們兩個沒有虛空行走唄？不轉了吧？我們這兩台還可以呢。接下來路大家都差不多了，我們就刷美團吧。我們現在看一下美團有沒有加載的問題啊？好像都沒有什麼加載問題啊，刷得很快也沒有啊。但是你這個榮耀的亮度確實不高，差不多拉滿了。差不多是拉滿的啊。我們一共導航了40分鐘啊，其中有10分鐘呢是在掛着後台刷美團的。整個導航表現呢，我這個6T呢是比較差的，它的實時位置呢有時候不是很準，它還出現了虛空行走的問題，但是它規劃路線還是挺積極的。我這一加 A46呢，前半段的表現其實就是實時位置是比較準確的，但是路線規劃是比較慢的。在後半段的時候呢，它的規劃比較快啊，但是還是比榮耀要慢一拍的。你為什麼要站那麼高啊？屁股疼，坐不下去。為什麼他會屁股疼？不知道為什麼屁股疼。他剛去拉屎去了。整個導航過程中，無疑是榮耀的表現最好，它的實時位置都比較準，但是也沒有達到特別好的級別吧。現在榮耀只有21的電了。現在一加 A46還有46的電。哎，6T 還有47的電啊！我們現在是下午的3點29，我們使用了4小時25分鐘手機了。哎呀，感覺這個兩個一加還是非常耐用的。這個榮耀的8000跟狗屎一樣啊！那接下來呢，我們就刷個現金流吧，去坐地鐵了。已經非常自覺地點開抖音了。看，確實可以，確實可以。幹什麼？你們在後面幹什麼啊？好嗆啊！我靠，什麼東西啊？誰的屁那麼臭啊？什麼呢？不被人炒菜嗎？瘋了！現在我們換軟件了，現在刷小紅書了。已經刷完10分鐘小紅書了，現在刷淘寶啊。然後這兩個人呢，就坐在這了。很爽啊！為什麼不讓我坐啊？你不配坐。你幾個意思呢？什麼東西啊？怎麼全是？你說怎麼全是呢？這是誰的呢？我們坐地鐵的時候刷了30分鐘信息流，3台手機都比較流暢啊。現在榮耀還有15的電，一加 A46還有42的電，6T 還有44的電啊！現在下午的4點02分，我們已經使用了4小時54分鐘手機了。那接下來呢，我們就使用百度地圖穿一下南門口的巷子吧，步行軌跡之路，走吧。為什麼要穿我的衣服呢？什麼就我的衣服呀？這是我的衣服，你的在這裡，這是你的。哎，你不管，都是黑色，看不出來，好吧？我就穿了。那你給我哪個我就穿哪個呀？我沒有給你啊，是你要穿的呀。想大師了，想穿大師的衣服了，好吧？躺着了。喲。你一拍我就知道你要放什麼狗屁啊！
哎，我就不干。我们现在已经记录完步行轨迹了啊，我们先来看一下它这个起始位置。现在起始位置应该是这个一加 A16T 和荣耀会稍微准一点，这个一加 A16就到稍微上面去了一点点、偏上了。后面这条巷子呢是荣耀会比较准一点啊，它比较在路上一点。一加 A16T 就有一节不在路上啊。一加 S6就整个都没在路上了。接下来回头路这一节呢是中间的一加 S6T 比较好啊，一加 S6也还可以，但是稍微偏了一点点。荣耀就稍微有一点交错了。接下来这个拐弯差不太多吧，感觉是两台一加会稍好一点点啊。荣耀这个就稍微有一点点偏。它这里还有一个莫名其妙的拐啊。接下来这条路呢还是中间的一加 S6T 是最準的，它幾乎都在路上。榮耀是稍微上了一點點。一加 S6也是稍微偏上了一點點啊，但是今天這3台整體來說比其他機型都會稍微準一點，對，沒有出現穿流的情況啊。接下來這個在學校門口還有小巷子裡的路都還可以啊，是有比較明顯的彎折的啊，而且都挺在路上的，但是一加 S6T 還是顯得最準的啊。今天我們這個2棟樓之間確實是比較像這3台手機的一個路線的，我們一開始是會稍微往上一點的，後面才會偏下一點的。都是比較準的。到了這個相對寬敞的文廟坪巷呢，那就是榮耀會稍微差一點了。它整個前面這一大截都沒有在路上，後面也就差一點點在路上吧。一加 S6T 呢也是會不在路上一點，但是它偏的會比榮耀稍微少一點啊。一加 S6就是後面半截就全在路上了，是還不錯的。最後就是最開闊的古潭街了，3台手機都還挺不錯的，都比較在路上啊。那這個步行軌跡記錄呢，相對較差的是這個榮耀啊，一加 S6T 表現最好，但他們3台其實這次表現都還挺好的，算是中等偏上的一個水平啊，至少。現在榮耀只有11的電了，馬上就要下班了。什麼玩意10開頭啊？我的 A6還有39啊，我的6T 還有41的電，比你多了整整30%啊。現在下午的4點22分，我們才使用了5小時13分鐘的手機啊。接下來我們就用招德地圖車載導航去河西，途中會進入隧道，重點說他們隧道裡面的車載導航表現怎麼樣？我們已經上車了呀，然後3台手機都有這個車道級導航啊，但是中間這個一加 S6T， 哎，回來了，大概又回來了啊，它是有的啊，我們開起來可能就會有。它剛在顯示車道級的時候是在這個位置的，它已經調過去了，但是現在它又回來了，就很奇怪啊。我們又在等第二個紅燈了，2台一加的位置是不對的，他們的車道都是錯的。這個榮耀的這一台啊，它的車道是對的，我們的右邊只有1條車道嘍，所以榮耀的是對的呀。好，我們再左轉了，左轉。好，哦，幾乎沒有什麼區別。我好像知道他那個頭髮後面那一塊是怎麼弄出來的，你知道了嗎？再鞏固一下。OK， 現在我們就要進入到隧道了。我們現在確實是在右邊的這條車道上的，左邊的一加 S6是錯的。我們現在是在右邊的這條道上的，它車道錯了。確實根據我們後面的觀察，也是這個一加 S6，它的整體的車道是會延遲比較大的。好，我們現在已經在這個弧線上行駛了，是右邊的榮耀會比較準一點。兩台一加怎麼都滯後了呀？啊，都滯後了很多呀。感覺2台一加像沒動一樣。對啊，而6T 動了，這6你看像沒動一樣。它就是一直卡在那兒了啊，又開始動了。榮耀是比較準的，但是現在我們在左側車道了。好，我們現在進入到這個岔路口了，剛進啊。榮耀是比較準的，其他2個連弧線都沒到啊，不動了，這太誇張了呀！只有上面在跳，下面不跳。哦，這有點誇張了，我覺得。你看榮耀這邊就已經非常接近我們的這個實際行駛路線啊。這麼差嗎？這麼差嗎？看它什麼時候跳。這2台一加都不動。榮耀已經又稍微跳了一下了，馬上會到主路了。榮耀是比較靈敏啊。出隧道了。還不跳？哦 ，S6 先跳的。S6 先跳了。這個6T 怎麼了？不動了，還在隧道裡。我們已經出來了，啊！終於跳了。我的天哪，這6T 太差了呀！我們現在又在等這個紅綠燈啊，確實這個一加 S6啊，它這個車道是不對的呀，它都到那個左轉車道，我們是要直行的呀，其他2台都是對的呀。這都說韓國人晚上不睡覺就是白天跟人睡唄。眯一下。我們導航了17分鐘，終於到目的地了。整個導航路程中，尤其是出隧道的那一塊，2台一加表現都非常的差，其中一加 S6T 表現會更差一點。榮耀的進程就非常準，很符合我們實際的。現在榮耀只有8%的電了。OK。6T 是39的電，6是37%的電。接下來呢，我們就用支付寶掃一下共享單車的二維碼吧。好，我們拆掃送。
差不多，没很大区別啊。现在我们来扫一下奶茶店门口的二维码，支付宝走。差不多时間。好的，朋友们，我们已经到奶茶店裡面了。现在3点59，我們已經拍了1分鐘的微信視頻。左邊這個是誰拍的這麼抖？3、2、1，點。哎，這一次都沒有導出，我們來看一下，都是5G 網，誰會比較快？左邊的1加 S6好像是挺快的啊。榮耀反超，榮耀反超，超不了了 ，A16 先發完了。OK， 榮耀第2個發完的。啊，第3個發完的是中間這個1加 S6T 啊。好，那麼接下來再下載一個340多兆的一個遊戲安裝包啊，來吧，3、2、1，點。好，我們來看一下3台手機的速度，榮耀這邊顯示也就是1.8兆左右啊，其他2台的話也是1點幾兆 ，OK。但它們都是顯示的5G，這很明顯就不是5G 的速度啊。現在可以看到，就是左邊的1加 S6，它的速度是比1加 S6T 要快了1倍多的。榮耀這邊的速度一直還保持的可以啊，都有1兆多啊。現在手機的網速就跟上午下載是一樣的，感覺中間的這個1加 S6T 被其他2台搶完了呀。我們來換個位置吧，好不好？1加 S6T 跟1加 S6已經換位置了，反正1加 S6T 是沒有變快的，1加 S6呢稍微變慢了一點點，但也有接近1兆啊。榮耀這邊倒還是一直可以保持在1兆左右啊。好，我們現在把榮耀放中間來，1加 S6從最左邊到最右邊了。哎，榮耀速度沒有什麼影響啊。哎，它怎麼停了？1加 S6T 自己停了。我們再點一下繼續。應該是沒網了，然後就不下了。那6T 只有100多 K 啊，不到200 K。被搶了，但榮耀的速度沒有什麼很大變化啊。1加 S6也沒有多快，它換到這邊來也就500多 K， 感覺就是被這個榮耀把速度全搶走了。是的。榮耀自己也停了，朋友們。啊，哎，沒人動它呀，它自己就怎麼跳出來呢？它重新下載完了之後，它的速度還是可以到1兆啊。那看來跟什麼誰先開始誰先結束沒有很大的關係啊。我們都說點個喝的，你怎麼點了個乾吃的楊枝甘露啊？拿公款來這吃喝是吧？公款吃喝是吧？點了一杯最貴的，2台1加都挺慢的，但是榮耀也卡在這個91很久了。哇，它突然跳到95。OK， 榮耀終於下完了呀，其他2台我們就不等了吧，已經下了很久了。這啥速度呢？300K 不到，100K， 我的天吶。那麼我們2台1加呢，就打144加自定義最高的王者榮耀史威馳了。因為榮耀的這個遊戲調度，我們上午已經試出來了，上午那把史威馳，它信任模式最後的大混戰也是穩不住的，所以就看我們2個1加的調度怎麼樣吧。反正它也沒什麼電了，對，它可能電量少，它們調的也會更差吧。8S Gen 4就這樣了，好吧。又是3-4分鐘鎖90，哎。OK， 沒有區別啊。這個均衡模式真不頂用，還是太性能模式了。哦，上來了，100，回來了，3就要立即關機了。進入省電模式，我不進，我繼續打。應該3%電是嗎？大浪唱3%，2%， OK。5小時56分鐘、啊。沒事，你繼續打，加油，看能不能過6小時，好嗎？剛剛那個榮耀500沒電的時候，我的6T 回去看了一下那個屏幕使用時間，再返回來，我的王者就一直在卡到現在啊，卡了2分鐘了，一直黃色紅色的，我炸了。但是那個1加 S6是沒問題的啊。對，他剛剛複刻了，好啊。他剛剛複刻了一下我這個操作，回來之後他的網沒有任何問題，那應該就是這個6T它現在的網絡不太行。還有60秒即將下班。OK， 榮耀500沒有電了，有6個小時嗎？6小時整啊，就6小時吧。6個小時吧，這8千還是6個小時。主要是金山站那裡耗電真的太多了。8S Gen 4好像就不行了，朋友們。下班吧，等他們倆了。你看我這次從那個界面切回來，它的網就不卡，那之前就是因為它的網絡問題啊。這個榮耀500已經給大家插充電寶了呀，它已經完全沒有電了。你還多少電？6T 還有33，6還有31。雖把王者榮耀打了11分半，但是我的榮耀可能沒有打那麼久啊。它在3-4分鐘左右，差不多是均衡模式鎖到90分，後面插了遊戲模式，回到120，但是因為它電太少了，120也不是很能穩得住啊。我的1加 S6T 呢，中途出現了網絡波動的問題，針對的沒有 A46那麼穩啊，最低是看到120多幀。我這個 S6不知掉幀為何物啊，網絡穩的一撇，非常爽，好吧？倆廢物。那麼第2把王者榮耀史威馳呢，我們就把遊戲相關的設置打開，給它負載拉高一點，好吧？還是打144幀加自定義最高。2台1加它那個超級 HDR 藏得比較深啊，我們需要登錄這個我的遊戲性能裡面，啊，在這裡面找，在這個顯示設置裡面。啊，可以開始 HDR，就是你需要登錄你的 OPPO 賬號，然後在這個遊戲空間裡面打開，還是比較複雜的啊。
我们上次都没有找到。那我们第二把王者荣耀实惠时呢，就打开超级 HDR 画質和高分辨率了。第二把负载拉得更高的王者荣耀实惠时，两台手台跟之前一樣，我的1+S6T 呢，偶爾又穩不住到130多帧的情況。S6 呢，無幀率會相對來說更穩一點。現在馬上要進入中繼站了，看他們能不能穩住吧。中繼站打完了呀，我這個 A46T 呢，在人特別多的時候，它幀率會掉到110多帧。我這個 A46啊，就是人多的時候掉到了120帧，除此之外非常穩，144，拿了 MVP 啊。那這裡的信號不是特別好，我們就出去線下店看幹點什麼吧，可能會打金鏟戰啊。兩台一加的顯示用了6小時25分鐘啊，然後它這個是沒有記桌面的，所以現在用的是大概是6小時35分鐘左右了。這個跟我們平時日常的這個流程來說是差不多的，因為我們今天金鏟戰啊，以及導航啊，以及王者榮耀的時間都會長一點，所以我們就不看20分鐘的 B 站4K 6幀視頻了，我們直接來打我。直接來打金鏟戰，好吧？最高負載。所以你就不跟他們一起打了唄？我結束了，就他們倆拖累我下早班。你這個8000好像是6個小時續航，你為什麼還這麼囂張呢？我真不懂啊。今天我挺滿意的。你挺滿意在哪啊？滿意在我下班最早。大家別看現在天已經黑得差不多了，6點還沒呢。那麼接下來我就開始打120幀加超清加至臻畫質金鏟戰，因為中午那個榮耀拖累了我們，它最高只能打90加至臻。然後晚上呢，我這個6T就拖累一下 A46吧，它是能開165赫茲的，我這個可能沒適配吧，反正也穩不住啊。對，現在最高就120幀，那我們就打吧，開始。打着打着，我這個1+A46鎖幀了呀，鎖到90了呀。OK， 那你開新的模式吧。我開吧。6T 還是120啊 ？OK， 哎，你也說了，哎呦，你剛沒有113啊，119 ，OK， 看錯了，怎麼回事啊？開完性能模式之後呢，現在幀率變到了107左右啊，還是沒有回到120，也不燙啊，這怎麼回事呢？把殼摘了唄。OK。過了10分鐘左右，我的1+S6T 也給我鎖到90了。OK， 那我開遊戲模式吧。對。哦，開完之後，哦，110、106，哎，120了。因為打完了。好的朋友們，我們這把金鏟戰打了35分鐘啊，我這個1+S6的表現呢，在前10分鐘是比較穩的，然後10分鐘之後呢，就是掉到了90幀。當我開了性能模式之後，就是在100到115幀左右來回浮動了。我這 A46T 呢，比它晚10分鐘鎖90啊，然後開啟性能模式之後，表現跟它差不多。打完了這把金鏟戰，我的1+A46T 還有10%的電，你還有多少？我這 A46還有4%的電呀。現在用了顯示是7小時10分鐘啊，加上桌面是7小時20分鐘了。那麼最後的電呢，我們就回放一下剛剛那把120幀的金鏟戰吧。因為剛剛金鏟戰有一個小更新啊，我們無法播放舊版本的對局錄像，那我們就再開一把吧，好吧，看能打多久，還是開啟新的模式打120幀金鏟戰。現在的晚上6點49分啊，我們使用了7小時18分鐘，然後加上10分鐘的桌面，就是7小時28分鐘。現在這個1+A46只有1%的電了呀，現在進入這個超級省電模式，而且是不可退出的。此時呢，我的1+A46T還有7%的電啊，我感覺它應該能再用個10-20分鐘吧。好吧，那今天就這樣了，待會兒我們就給大家總結一下吧。哎呦，搞這麼久。這朋友們，我們開始今天總結吧。我的榮耀500差不多是6小時關機了，再算上10分鐘的桌面使用時間的話，就是6小時10分鐘。8000毫安時的電池還是稍微有點不太滿意的。何止是不太滿意啊，就簡直說不過去。太垃圾了。對，太垃圾了。好。同為驍龍 8S Gen 4，為什麼紅米 Turbo 4 Pro 就還可以呢？等會兒再說，我們先把他們的時間過了一下。然後是我這台1+A46啊，它現在表現是7小時30分鐘啊，剩下的時間在打金鏟場，而且這個調度還是不錯的。就日常如果低負載一點的話，8個多小時是沒問題的。是的。1+A46進入超級省電模式還剩1%的時候，也就是用了7個半小時之後，我的 A46T 還有7%的電啊。這個其實跟我們那個電池換算下來差不多了，就差6%。今天它這個8 Gen 5也並沒有，至少在續航上沒有拖很多後腿，好吧？那我就開始總結一下榮耀500今天的表現吧。它這麼拉胯，我覺得主要是在高負載場景下，尤其是金鏟產佔了20多的電，有點太不應該了。主要是你開90幀呢，很多時候就從來沒有到過90幀。對，而且它性能模式90幀在外面玩巨暗，它最低會降到20多幀，它的高負載實在太不行了。它的低負載表現還可以吧，王者榮耀那些沒有拉開很大的耗電差距。等一下，你打金鏟戰就20多幀，為什麼還能耗20多電呢？最低，它幾乎都是在60以下吧。我們兩個手機都是90幀，也耗的電還比你少，你就芯片太差了。就是芯片差呀。它開了性能模式，反正也不怎麼用，它那個性能上限也就在那兒了。它今天就是亮度方面，我是特別不滿意的。它那個亮度的下限實在是太低了。哎，主要而且它的發熱也不好，而且打金鏟戰，它亮度低的時候，它發熱也大，整個就是你玩
如果你要玩这个，哎呀，别他妈笑了。你那个太好笑了，我忍不住。你看都笑成什么样了吗？我真受不了了。突然变了个物种，我怎么办呢？所以大家知道为什么有时候其他人講話的時候要低頭吧？我說什麼來着？我不知道你要說什麼。它今天好的地方主要是在導航相關的，步行導航3台裡面最好，車載導航秒殺了2台一加，尤其是在出隧道的時候，他們倆都卡那兒不動了。確實，他們現在也卡在這不動了。只有我的榮耀是比較符合我的實際。不敢猜你，要不然他們會笑死。只有我的榮耀是比較符合實際進程的。還有就是它的弱網信號表現也挺好的，你也別笑了，尤其是在廁所裡，它的電信閘是比較好的，聯通閘的話是1加 S6稍微好一點。在那個信號非常差的插百道，它的下載速度也是把它們秒殺了，基本在1兆左右。其他的話，這台榮耀就中規中矩吧。我覺得如果你不打遊戲的話，這個8000的電池應該也能用着7個小時左右吧。好的，朋友們，到我這個1加 S6來總結了一下，它這個今天的表現呢，一如既往的穩如老狗啊。今天讓我印象比較深刻是在這個步行導航的地方，它的這個規劃其實是位置僅次於榮耀啊，但是比這個1加 S6T 還是要好上不少了，垃圾。然後還有一點呢，是它今天遊戲的負載啊，這個表現非常的激進啊。除了後面這個電掉到20%以下呢，可能會有點掉幀啊。在今天整體的遊戲過程中，是我記得沒怎麼掉幀吧，144非常穩啊，然後120也非常穩，用得很爽，而且網絡也是沒有任何問題。然後還有一個是在早上的微信視頻上傳啊，這兩台一加呢都是需要導出的呀，但是呢導出還是這個1加 S6會更快一點。下午呢，這個榮耀是一點導出都沒有的，上午。對對對，然後下午呢，我們的微信視頻上傳是不需要導出的，還是我的更快，你這純廢物啊，什麼東西？這個1加 S6呢，其他表現都中規中矩啊，我們測了3次了，就是也就是這個情況了。電池呢也是屬於一個該有的一個表現啊。那該你這個1加 S6T 來總結了，好吧？首先，我這1加 S6T 呢，比這個 S6電池大了500毫安時，但是同時呢，最後電量也是多了6%，所以這個的差距我是可以接受的。這個續航呢，反正這兩個一加呢是絕對沒毛啊，絕對夠你用了。我們今天最後呢是一直打的是120幀支撐的金盞盞，我們一般最後呢是不會搞這麼高的負載的。所以雖然說看似我們兩個手機今天比這個傻逼榮耀多了1個多小時的續航，但其實這個含金量是非常非常高的。我們這兩個手機你正常使用，絕對8個多小時輕輕鬆鬆啊。至於其他表現呢，我這1加 S6T 呢差的地方是有點多的。首先就是廁所的信號，比較一般，步行導航呢也比較一般啊，就是它那個定位不是特別準，但是它規劃路線挺快的，但是它出現了這個虛空行走的問題。不過6T 的步行軌跡是3台裡面表現最好的啊，當然了，這3台其實步行軌跡都挺好的。對。差距不是很大，整體亮度表現呢是3台手機最好的，但是它的上限呢不是特別高。比如說我們在戶外刷微博的時候，它的亮度呢反而是最低的，但是它在拍照的時候呢，它的亮度又是最高的。應該是有那個白名單了。說真的，你這個便宜200塊錢，我是死都不會買的，除非便宜400，好吧？你這閹割東西有點太多了，而且你今天這個遊戲的幀率確實不是很穩啊，我覺得如果打遊戲的話，還是買 A46比較好一點。至少在1加的調教下，這個8E呢，還是會比這個8.5要好一點的。對，而且我今天下午在那個信號比較差的茶白道打王者。它是出現了一段時間的網絡不太好的情況呢，感覺是閹割了一點東西的，各項表現呢是沒有 A46那麼全面且均衡的。所以說它雖然是便宜了200塊錢嘛，但是也是有所犧牲的啊。我覺得不如去買這個 A46，好吧？因為 A16它本身續航已經很好了呀，對，差距真的沒有很大了。那麼至於拍照的部分呢，我們就交給大師來進行總結吧。這3台手機的拍照非常好總結，就是都不太行。不太行的點是這樣的，1加 S6呢就一直都不行，我們測了3次了啊。它除了顏色比較正常之外，其他的表現我覺得都不是很好。1加 S6T 呢，今天的取景器它整個的體驗是這3台手機裡面最好的。但是這個1加 S6T 呢，其實它跟1加 S6幾乎是同一套的拍照的規格啊。我不知道為什麼這個1加 S6就會顯得差這麼多啊。2台1加它們前置都不太行，都最高只能支持1080p 30幀的錄像啊。榮耀整體的規格呢就會比2台1加要高一些了。它們價格雖然差不多，但它用了一顆2億的主攝，並且它的前置鏡頭最高可以支持到4K 30幀。那個2億鏡頭帶來的結果就是它的解析力肯定是會比這2台手機要好一些的，而且它的前置鏡頭也會比其他2台手機表現要好一些的。但榮耀500呢就不像今天的 Magic 系列，感覺是換了一套算法，是一套比較好一點的算法，包括審美什麼那些全部都提升了。
這個榮耀500還是像以前的榮耀，所以我覺得在這個價位，如果你想拍照的話，我可能會更推薦真我 GT8。如果你對解析力要求高一點呢，那可以買這個榮耀500。但是呢，如果你对於那個整個照片的顏色更看重一點的話，我是更推薦今年的綠廠的。好了，那麼以上就是本期視頻的全部內容了。大家如果喜歡視頻，不要忘記了一鍵3加入。更多精彩視頻，請繼續關注離線玩家 online。我們下期視頻再見，拜拜。你剛不是說一下為什麼比紅米 Turbo 4 Pro 要差嗎？都是8.4。不差呀，表現挺好的。哪裡不差了？挺好的，挺好的。